我承包了500亩水塘养小龙虾，靠着无底线的赊账和最低的供货价，硬生生把发小捧成了全城最大的大排档老板。可如今他买别墅开大奔，却拖欠我200万尾款整整1年。我穿着下水裤进城讨债，他却嫌我踩脏了他10万块的波斯地毯，甩出2万块钱让我滚蛋。林晨，我马上要办全城最大的小龙虾节，走高端路线。你那满身泥腥味的土虾，连上我餐桌的资格都没有。他单方面撕毁合同，还联合黑心商贩恶意压价，想逼我破产吞并我的虾塘。所有人都以为我这个泥腿子只能跪地求饶，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十里八乡几百户虾农的养殖技术，全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嫌我土是吧？3天后的小龙虾节，我让你连一只活水虾都买不到。林晨，你他妈瞎了眼了是不是？谁让你穿这身破烂进来的？老子脚下这块波梭地毯是上个月刚从国外空运回来的，10万块钱一条。你这一脚烂泥踩上去，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赵总，这哪儿来的要饭的呀？一身的泥腥味和臭水沟味，简直熏死人了！赶紧叫工作人员把他们轰出去吧，脏了人家的眼睛。我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跟我光着屁股在泥塘里摸鱼的发小，心里那最后一点兄弟情谊被他这声怒吼彻底碾得粉碎。我穿着那双满是黄泥的靴子，大步向前迈了2步，直接走到他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泥水在昂贵的地毯上留下了几个极其刺眼的脚印。赵强，地毯脏了可以洗，人心要是黑了，可就洗不白了。去年一整年，我们大洋村合作社给你供了整整10万斤极品大虾，当时你哭着喊着说资金周转不开，我念在发小的面子上，顶着合作社所有兄弟的压力让你赊账。现在1年过去了，200万的尾款，你今天必须给我结清。200万？你穷疯了吧？林晨，你一个在乡下玩泥巴的土包子，张口闭口就是200万，你见过那么多钱吗？赵强，你少在这儿装蒜。白纸黑字加上你的亲笔签名和红手印儿，总共215万。今天我们抹个零，只收整数200万，少1分钱我们就不走了。林晨，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这2万块钱你拿去，带你妹妹买2身干净衣裳，别整天穿得像个收破烂的来丢人现眼。至于那200万，老子现在没钱。郝村长，你们要是嫌少，这2万块钱也别拿了。赵强，你他妈是不是忘了你是怎么起家的？5年前，你开个破路边摊，连进货的钱都没有，是我带着乡亲们把最新鲜、个头最大的活水虾，以低于市场价2块钱的价格，先供货后结账，硬生生把你这家金钱子给喂出来的。现在你开上了豪车，当上了赵大老板，想拿2万块钱打发我，那是你们心甘情愿犯贱。现在讲的是各取所需，没有我赵强在城里帮你们打开销路，你们那些破虾早就烂在泥塘里发臭了。我能给你们一条活路就不错了，还敢跑到我办公室来撒野？赵强，我最后问你一遍，这笔钱你给还是不给？不给，你能拿老子怎么样？带着你的破账本，马上给我滚出金钱子！好，很好。雪儿，把今年的活虾供应合同拿出来。林雪立刻从包里抽出那份1式2份的正规收购合同，那是我们合作社和金钱子大排档在年初签订的长期战略供应协议，上面盖着双方的公章。赵强，根据合同第4条，如果甲方恶意拖欠货款超过6个月，乙方有权单方面停止供货，并追究甲方违约责任。既然你今天赖账，那从明天起，我们合作社断绝跟你的一切合作。你那什么全城最大的海鲜酒楼，一只活水虾也别想从我们手上拿到。我们明天就拿着合同去法院起诉你。起诉？哈哈哈哈，笑死老子了！去啊，你们随便去告。这年头打个经济纠纷官司，光走流程就得1、2年。你们那500亩虾塘，每天光饲料钱就得上万。我倒要看看，是你们这群穷鬼先拖破产，还是我赵强先倒闭？听我的货！林晨，你真以为老子稀罕你们那点破泥巴虾？老子实话告诉你，我金钱子3天后要举办全城规模最大的夏季啤酒小龙虾节，我要走的是高端路线。你们那虾土腥味重的要命，根本不对上老子的餐桌。我已经找了外省的大型工业化供应商，人家那是死水高密度养殖，
成本只有你们的一半，不仅价格便宜，供货量还大。你们那点产量，在我眼里连个屁都不算。林晨，你不是狂吗？你不是自诩什么养虾的技术主干吗？我告诉你，我不仅要撕毁合同，我还要放出风去，联合城里所有的海鲜酒楼，全面封杀你们的虾。我要眼睁睁看着你们那些引以为傲的活水虾，全部烂在你们那个破泥塘里发臭发烂。你无耻！工作人员死哪儿去了？把这2个要饭的给我轰出去，别弄脏了我的地盘。以后金钳子的大门不准这2个泥腿子踏进半步。几个保安立刻上前，为首的一个光头壮汉满脸横肉，伸手就要来抓林雪的胳膊，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着：“臭要饭的，赶紧滚！我看谁敢碰他！”我发出一声怒吼，右手扣住了光头壮汉的手腕，一个极其干脆利落的过肩摔，将180斤的壮汉保安直接砸在了那块昂贵的波斯地毯上。我常年在水里拉几百斤的网箱，这一身肌肉和爆发力根本不是这帮只会在城里看大门的保安能比的。我将林雪护在身后，死死盯着躲在办公桌后面的赵强。赵强，你以为你找了外省的便宜撕水虾就能卡死我的脖子？哼，做餐饮最核心的就是食材，你拿那种满是工业废水的劣质虾来糊弄食客，早晚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这2万块钱留着给你买棺材。我拉起林雪的手，大步流星地向门外走。回到大洋村的时候，老李、大壮等10几个合作社的核心虾农满脸焦急地迎了上来。小陈，你可算回来了，城里出事儿了。今天下午，好几个平时跟咱们拿货的2道贩全反水了。他们说咱们的虾土腥味重，不仅砍了明天所有的订单，还把收购价直接压到了5块钱一斤。5块钱？现在市面上的活水大虾最差的批发价也要15块，5块钱一斤，连咱们买高档饲料和水质净化器的本钱都不够，这简直是在抢钱！可不是吗？这摆明了是有人在背后搞咱们。小陈哥，你今天去城里找赵强要钱，他怎么说？我看着兄弟们焦急的眼神，把在金钳子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听到赵强不仅赖账200万，撕毁了供应合同，还放话要让全城的酒楼封杀我们，虾农们瞬间炸开了锅，恐慌的情绪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大家都知道生鲜等不起，一旦压塘就是灭顶之灾。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丰田霸道极其嚣张地开到了我们面前，车上走下来一个光头男人。哎呦呦，这不是咱们10里8乡最威风的林大老板吗？怎么今天这脸色不太好看啊？他是王彪，是本市最大的水产黑心批发商，平时就以强买欺压散户出名。林晨，赵老板已经在城里发话了，你们这500亩塘子的虾，除了我王彪，全城没人敢收，5块钱一斤，这是赵老板给你们的友情价。不仅如此，赵老板说了，只要你凌晨宣布破产，把这500亩虾塘的承包权无偿转让给他，那200万的尾款就当是买塘子的钱，一笔勾销。他还可以大发慈悲，让你们留在这里给他打长工。我打你祖宗！大壮兄弟，别跟着林晨那个蠢货死扛了。10块钱一斤，现款现结。你这塘里的虾我全包了，拿着这钱带老婆孩子去城里吃顿好的，不比跟着林晨烂在塘里强。王彪，你拿这些脏钱来恶心谁呢？你想拿钱分化咱们兄弟？老子今天明明白白告诉你，老子这养清水虾的手艺是小陈哥去农科院学回来，手把手1分钱不收教给我的。不仅是我，这10里8乡500户虾农，哪一家的水质坏了，不是小陈哥半夜打着手电去调的？没错，在咱们这10里8乡，林晨就是咱们养殖行业的祖师爷，是咱们的领路人。没有他，咱们还种那几亩薄田受穷。你想用这几个臭钱来买我们的良心，逼我们背叛祖师爷，做你的春秋大梦。王彪彻底傻眼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威望是靠着无私的技术传授和救命的恩情一点一滴打下来的，这根本不是钱能击垮的铁壁。我走上前，极其狠力地踹在了王彪带来的一个装满劣质死虾的样板鱼筐上，腥臭的死虾伴随着泥水，直接劈头盖脸地砸了王彪一身。王彪，滚回去告诉赵强，3天，就3天，我不仅要让咱们这10几万斤虾一只不少的卖出去，我还要断绝他所有的活水虾供应链。
把他的龙虾节砸个稀巴烂。此时，城里金钱子海鲜大酒楼的顶层露台，赵强穿着一身极其骚包的酒红色高定西装，手里举着带补光灯的自拍杆，正对着手机镜头唾沫横飞地开启着全网直播。家人们、老铁们，看看这牌面，全城最大、最豪华的龙虾节，后天晚上就在咱们金钱子的露天广场盛大开幕。咱们这次准备了整整30吨特级小龙虾，10万升冰镇纯生扎皮，早鸟票只要99元一张。今晚直播间限量放出2万张，抢到就是赚到！3、2、1，上链接。伴随着后台运营助理的一声大喊，2万张早鸟票在短短5分钟内被疯狂的同城食客一抢而空。光是这几分钟的预售，200万的现金就已经落进了赵强公司的账户。看着屏幕上疯狂跳动的交易额，赵强得意忘形，甚至在直播间里公然开始了拉踩。有老铁问我，咱们的虾是不是本地大杨村的？哎呦喂，兄弟们，你们可千万别提那个破村子，那个村的虾全是泥塘子里养出来的，一股子化不开的土腥味儿。以前我是做慈善，看他们可怜，才勉强收他们一点。现在咱们金钱子走的是高端路线，这次龙虾节，我花重金从外省引进了航空级特冻水产，全是大规模工业化养殖的极品大虾，干净卫生，肉质 Q 弹。至于本地那些玩泥巴的土包子养的虾，就留着给他们自己喂猪吧。然而与此同时，金钱子的后处理气氛却截然不同。行政总厨陈师傅正眉头紧锁地检查着下午刚送来的一箱外省特供样品虾。陈总厨，这虾看着个头挺大，但怎么全是不动弹的，外壳也软趴塌的，一股刺鼻的药水味，这根本不是什么干净养出来的，这是在死水坑里用抗生素强行催肥的工业虾。这种虾一旦离了药水，几个小时就会大面积死亡，肉质全是散的。赵总，那批外省的虾绝对有问题，药残肯定超标。咱们做餐饮的，这是砸招牌的死罪啊！我建议马上取消订单，回去找林晨赔个不是，把大杨村的活水虾拉回来。老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林晨那个土包子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去求他！外省这批虾进价只要8块钱，林晨的泥巴虾要15块。30吨货，老子能省下小半套别墅的钱。药水味重怎么了？你多放2把辣椒和香蕉盖过去，出了事老子都……陈师傅看着赵强那张为了钱彻底扭曲的脸，气得浑身发抖，一甩袖子转身下楼。而在大杨村的合作社大院里，我和林雪以及老李、大壮等几十个核心虾农正盯着一台旧电视屏幕，看着赵强在直播间里那副丑恶的嘴脸。他赵强当年穷得连条好裤子都穿不起，是谁把最好的活水大虾半卖半送供给他起家的？现在倒好，过河拆桥还倒打一耙，说咱们的虾是喂猪的。血气的眼圈发红，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但他发出的弹幕瞬间就被赵强买来的几万个水军淹没得无影无踪。哥，他现在拿着预售款，又有外省的便宜货源，难道咱们就真的拿他没办法了吗？雪儿，你也是正规农大毕业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所谓成本只有1半，产量却能翻倍的优质外省活水虾？违背了生物生长规律的东西，只有一种可能，那是用违禁化学药剂和工业抗生素催出来的毒虾。这种定时炸弹根本见不得光。各位兄弟，赵强以为他在和几个散户作对，他根本不知道违背了天道和市场规律，老天爷都会收了他。咱们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然后看着他楼塌。我的预言比想象中来的还要快，而且来得极其猛烈。第二天中午，金钱子大酒楼总经理办公室，距离龙虾节开幕只剩下最后30个小时。赵强正翘着二郎腿，哼着小曲，看着电脑后台已经突破1000万的龙虾节预售总额，满脑子都是如何在事后换一辆顶配迈巴赫的幻想。可突然，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极其粗暴地撞开，他高薪聘请的采购部经理满头大汗，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赵总，出大事了！天塌了！慌什么慌？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咱们那30吨外省特供的大虾走到哪儿了？没货了。赵总，刚才外省那边传来消息，咱们订货的那个超大型养殖场，因为长期违规排放工业废水，违禁使用高毒性孔雀石绿，今天早上被省环保厅和市场监管局联合突击查封了，老板连夜被抓进去了。咱们付了300万定金的那30吨活虾，全部被当场就地销毁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被查封了，那我明天龙虾节拿什么去喂那几万个买了票的食客？拿你的肉去喂吗？赵总，现在全城的冷库根本拿不出30吨这么大的现货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大杨村的林晨，只有他们那个合作社手里压着10几万斤已经成熟的极品清水虾，而且就在本地，几个小时就能拉回来救场啊！听到我的名字，赵强根本没脸回去，但看着后台那1000万的预售款和即将面临的天价违约索赔，赵强彻底慌了。快备车，去银行提300万现金，带上王彪和那些打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不信那些穷鬼见了现钞还能跟着林晨死扛。下午2点，大洋村通往虾塘的唯一主干道上，赵强亲自坐镇，带着王彪和5辆重型水产运输车，浩浩荡荡地杀向大洋村。车厢里装着整整300万的现金，这是他最后的底牌。然而，当车队刚刚拐过山坳，赵强就彻底傻眼了。大洋村的村口排放下，5台重型雷沃拖拉机首尾相连，将进村的路彻底封死。在拖拉机前面整整齐齐地站着500号人，不仅是大洋村的，连隔壁几个村的虾农全来了。我穿着那身深绿色的下水裤，双手抱胸，稳稳地站在人群的最前方。赵强的司机疯狂按喇叭，但那500号人纹丝不动。林晨兄弟，哥哥我今天来是给你赔不是的。30吨虾15块钱一斤，我1分钱不讲价。这300万现金就在这儿，现款现交，只要你点头，这些钱大家分了，咱们还是好兄弟。赵强，你以为你面对的是前天在你的波斯地毯上，你叫我泥腿子，今天你以为拿几个臭钱就能买断我们的骨气？林晨，你别给脸不要脸！乡亲们，这是300万现金啊！林晨现在断了你们的销路，这虾留在水里就是一堆死肉，把虾卖给我，你们每个人都能分大几千块钱。瞎了你的狗眼！老子们这养虾的手艺，这水里的饭碗，全是咱们林晨哥手把手教的。没有他，咱们还在种那几亩薄田受穷。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买我们大洋村的师徒情分？哼！赵老板，前天你撕毁合同的时候，这笔买卖就已经绝了。今天别说15块，你就是出50块一斤，咱们这10里8乡500户虾农，宁愿把虾全倒进江里，也绝对不会卖给你金款子一只虾壳。滚出大洋村！他带着空空如也的运输车，灰溜溜地逃回了城里。而金钱子大酒楼的办公室内，气压低得仿佛能结出冰来。距离明晚8点的夏季啤酒小龙虾节开幕，只剩下最后24个小时。后台30个巨大的玻璃生鲜池里，此刻竟然空空荡荡，只有增氧泵在水里冒着孤零零的泡泡。完了，全完了。赵强瘫坐在地毯上，1000万的预售款已经打进了公司的账户。如果明天交不出货，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退1赔3，他不仅要赔进去4000万，还要面临商业欺诈的牢狱之灾。赵老板，天还没塌呢，你这是干什么？彪哥，你在道路子广，只要能弄来30吨虾，多少钱我都出。活水虾咱们肯定是买不到了，但是我手里还有一条路子，就看你赵老板敢不敢走了。什么路子？快说！隔壁市郊区有个废弃的地下黑冷库，里面压着20吨僵尸冷冻虾和10几吨死虾。你要是敢要，我3块钱一斤全包给你。赵强浑身一哆嗦，眼中闪过一丝本能的恐惧。做餐饮的最忌讳这个，活水虾和死虾在肉质和口感上有着天壤之别，更别提那些放了1年的僵尸虾，一旦上了餐桌，稍微懂行的人一口就能吃出来，那是砸招牌，甚至会吃死人的大罪。赵老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挑食？明天晚上几万人张着嘴等着吃，你现在要是宣布没货，金钱子明晚就得关门大厅。你拿这些死虾凑数，用热油重辣往死里炒，能吃出个什么好歹来？就算吃拉肚子了，这大夏天的随便推给急性阑尾炎不就行了？赵强浑身站立着，他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1000万预售款，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破产后流落街头的惨状，贪婪和侥幸心理最终彻底战胜了最后一丝道德底线。好，干了！马上叫车去拉货，连夜运到酒楼后巷，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凌晨3点，金钱子大酒楼后巷的卸货区，5辆没有挂牌照的重型厢式货车悄然而至。当车厢后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极其浓烈的腐败腥臭味扑面而来。几个负责卸货的底层帮厨闻到这味道，当场就扶着墙壁剧烈呕吐起来。这到底是什么味道？金钱子的行政总厨陈师傅捂着口鼻冲了出来，他一把抢过手电筒，照进其中一个黑色的塑料周转箱。手电筒的强光下，箱子里堆满了颜色发暗、虾头已经呈现出诡异黑紫色的死虾。赵强，你疯了吗？这些到底放了多久的变质死虾？头都黑透了，肉都烂成水了，这玩意儿吃下去会出大问题的。你让我拿这种烂东西去做给客人吃，我陈某人干了20年厨师，我丢不起这个人。老陈，在这个厨房里，我才是老板，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把虾头全给我剪了，用2倍的火锅红油底料，3倍的大蒜、辣椒孜然，给我下重手猛炸，把那股臭味给我彻底盖上去。只要不出大事儿，今晚这关就算过了。你这叫谋财害命，这菜老子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我不干了。赵强，为了几个臭钱丧尽天良，你这种黑心店迟早要遭不天谴。滚！都特的给老子滚！老子给你10万，今晚你来掌勺，按我说的做，用重辣热油
把这30吨烂货全他妈给我炒出来！副厨师长孙胖子看着地上的钱，贪婪的点了点头。那一夜，金钳子的后厨里几十口大铁锅同时开火，极其刺鼻的辣椒精和滚烫的地沟红油混合在一起，硬生生的将那令人作呕的腐尸臭味掩盖了下去。赵强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一盆盆红彤彤的小龙虾被端出来，嘴角露出了如同恶魔般的冷笑。而此时，刚刚因为拒绝烹饪毒虾而愤然辞职的行政总厨陈师傅，满脸铁青的从酒楼后巷的员工通道走出来。他刚推开后巷沉重的铁门，脚步却猛地一顿。陈师傅，干了20年的手艺人，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你是大杨村的林晨，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省城吗？我不仅知道你辞职了，我还知道赵强的后厨里现在正用着高浓度的工业香精和火锅底料，强行掩盖那30吨变质死虾。陈师傅，你是明白人，那种重度腐败的死虾，加上刺激性极强的化学底料，一旦端上几万人的餐桌，这大夏天的是会出大问题的。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不干了。可我能怎么办？赵强是个疯子，他手下有保安，我就是一个颠勺的，我拦不住他。你拦不住，我来拦。我凌晨在泥塘里泡了5年，教出这10里8乡500户虾农，为的就是让老百姓吃上一口干净的清水活虾。赵强今天不仅是在为了赚钱害人，更是想用这种脏东西彻底砸烂这座城市小龙虾的招牌，这砸的是我们所有虾农的饭碗。我凌晨在泥塘里泡了5年，教出这10里8乡500户虾农，为的就是让老百姓吃上一口干净的清水活虾。赵强今天不仅是在为了赚钱害人，更是想用这种脏东西彻底砸烂这座城市小龙虾的招牌，这砸的是我们所有虾农的饭碗。转身走到后巷的一个隐蔽的垃圾回收区，用力掀开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布，下面赫然藏着2个还没开封的黑色周转箱。这是我走的时候趁乱偷偷藏在垃圾区的2箱生货。赵强以为炸熟了就能死无对证，这2箱就是他购入问题虾的铁证。好样的，大壮、老李，把这2箱问题虾搬上车，封死。雪儿，你现在立刻带着陈师傅，拿着他手机里录下的赵强逼迫违规操作的音频，去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告诉他们，如果晚去1秒，市中心广场就会爆发特大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哥，那你呢？赵强不是要在全城人面前风光吗？我就去他的高光时刻，给他送一口天大的钟。大壮，通知大杨村500个兄弟，把咱们的运输车全开出来。今天我带你们去城里讨公道。晚上8点整，超过3万名食客将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赵强穿着那身酒红色的高定西装，意气风发地举着麦克风，开启了全网直播。老铁们，全城的吃货朋友们，今天我赵强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才是全城第1的海鲜大排档。前2天大杨村那个叫林晨的土包子还想用断供活虾来威胁我，结果呢，我花了几千万，连夜从外省调来了30吨绝对干净卫生的航空公级极品大虾。至于林晨那些带着土腥味的垃圾虾，就留着给他自己喂猪吧。上菜！随着赵强嚣张的怒吼，几百名服务员端着如小山般的秘制13箱小龙虾，送上了几千张餐桌。就在前排的美食博主们刚戴上手套，准备试吃这号称航空级的大虾时，一阵极其粗犷的高音器喇叭声突然从广场外围轰然炸响，瞬间盖过了现场所有的 DJ 舞曲。所有人都震惊地转过头，只见广场主入口处20辆沾满泥土的重型水产运输车首尾相连，刺眼的车灯直接打在舞台中央的赵强脸上，刺得他睁不开眼。谁他妈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捣乱？保安！保安！保安去把他们车砸了！但下一秒，赵强的声音就卡在了喉咙里。运输车的车门齐刷刷打开，500个穿着粗布工作服的大杨村虾农手里拿着铁锹，直接跳下车。我踩着沉稳的步伐，从人群中分开一条道，直接大步流星地踏上了那个灯光闪耀的巨型舞台。林晨，你个泥腿子来干什么？老子没找你算账，你还敢来砸老子的场子？我根本没理他，直接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麦克风，面向台下那3万名懵逼的食客和几10万在线网友。各位，把手里的虾放下，那不是美食，那是毒药！放你妈的屁！林晨，你这是嫉妒，是恶意诽谤！保安，把他给我打下去！然而大壮突然冲上台，一脚将赵强踹翻在地。谁敢动咱们陈哥一下试试？赵强，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外省空运的极品活虾，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为什么活虾要在下锅前被剪掉虾头？为什么活虾需要用3倍的辣椒精和重度麻油来掩盖味道？台下的食客们面面相觑，前排那个正准备吃的黄毛美食博主立刻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狐疑地看着盘子里的虾。因为你进的根本就是隔壁市地下冷库里放了1整年，肉质已经严重化腐败的僵尸死虾。这30吨死虾全都携带着高浓度的沙门氏菌和嗜盐菌，你这是在谋财害命！你胡说！
你拿不出证据，老子告你倾家荡产！要证据是吧？老李，把赵老板的极品大虾给全城人端上来看看。话音刚落，老李带着2个强壮的虾农，抬着一个极其巨大的黑色周转箱走上舞台。老李一脚踹开盖子，刹那间，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蚀臭味瞬间在舞台周围弥漫开来。摄像机的镜头立刻对准了箱子，里面赫然是满满一箱颜色黑紫、散发着恶臭的死虾，全场哗然。前排的食客直接被熏得干呕起来。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我操！别告诉我们刚才吃的是这种虾！不可能，这是凌晨故意弄来栽赃我的。我的虾全是在厨房里现杀现做，大家看桌子上的菜是不是色泽红润，是不是香气扑鼻？这死虾怎么可能炒出这种颜色？死鸭子嘴硬。我冷笑一声，直接跳下舞台，走到 VIP 主桌前。我端起桌上那一盆泡在浓烈红油里的13香小龙虾，然后大喊一声：“大壮，拿一盆清水来！”大壮立刻端着一盆清澈的自来水大步跑过来，放在桌子上。在3万人的注视下，我伸手从那盆红油里捞出3只所谓的极品大虾，直接扔进了清澈的水盆里，用力的搓洗了2下。当覆盖在虾壳表面的那层极其浓郁的红油被彻底洗净后，这3只虾的本来面目赤裸裸的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原本应该鲜红透亮的虾壳，此刻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暗紫色。我伸手捏住虾尾，轻轻一挤，虾壳里面那原本应该紧实 Q 弹的虾肉，竟然像牙膏一样，化作一滩浑浊的粉末状烂泥，直接从缝隙里挤了出来。我操！一名黄毛美食博主吓得头皮发麻，手里的筷子直接掉在地上，全场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惊呼声。几千桌食客同时放下了手里刚刚剥开的虾，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蛋白质在高度腐败后会发生液化，这就是为什么这虾的肉全是烂泥。你用重度高温和化学香精强行把虾壳炸脆定型，用来掩盖死虾烂肉的事实。赵强，你敢当着全城人的面吃一口你自己洗干净的虾吗？我不吃，我不知道，这都是厨房干的，跟我没关系。就在这时，时间仿佛算准了一般，在广场外围，一个刚才因为贪嘴提前吃了10几只虾的中年男人，突然脸色惨白，发出一声极其痛苦的哀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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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肚子啊，好痛啊！我老婆也吐了，救命啊！这虾有问题，我的胃像刀绞一样。短短2分钟内，广场上几10个吃了虾的食客同时爆发了剧烈的腹泻和呕吐，恐慌的情绪瞬间在3万人的人海中引爆。黑心商虾，谋财害命啊！一个满臂纹身的大哥亲眼看着自己兄弟吐血，双眼喷火，一把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啪的砸碎，砸了这家黑店，打死台上那个畜生！瞬间几万名愤怒的群众彻底暴走了，无数个啤酒瓶、塑料凳子如同雨点般砸向舞台。赵强的几10个保安吓得抱头鼠窜。赵强看着台下如同丧尸围城般冲上来的愤怒人群，绝望的尖叫：凌晨，救我！救我！他们会打死我的！自作孽不可活。我转过身，抢过麦克风，对着外围的500名虾农发出一声犹如洪钟般的指令：大杨村的兄弟们听令，立刻在外围手拉手拉起人墙，防止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老李，带人去疏通广场主通道，救护车马上就到，优先把中毒的孕妇和小孩抬出去。500名粗犷的虾农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极其惊人的纪律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用血肉之躯在混乱的广场边缘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硬生生疏通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就在这时，震耳欲聋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我妹妹林雪带着10几辆执法车，以雷霆万钧之势冲进了广场。几10名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迅速下车，拉起了长长的黄色警戒线。所有人员停止一切过激行为，无关人员退后，联合督察组全面接管现场。然而此时的赵强已经被愤怒的群众打得亲妈都认不出来了。他看到穿制服的执法人员走上台，连滚带爬的扑过去，一把死死抱住执法大队长的大腿，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领导，救命啊！领导，这帮刁民要打死我啊！我是合法商人，我的虾绝对没问题。是凌晨，大杨村的凌晨嫉妒我生意好，故意找人暗中下黑手陷害我的。领导，您一定要明察秋毫，把我送进局子里保护起来。闭嘴！是不是陷害？我们自然会查。现在立刻封锁后厨，对所有剩余食材和呕吐物进行紧急抽样化验。不用化验了，赵老板是怎么做的手脚，铁证我全都带了。我偏了偏头，林雪立刻带着刚赶到的前行政总厨陈师傅走上前，将一个厚厚的文件袋递给了大队长，并当众打开了一个连接了舞台大屏幕的平板电脑。领导，这是昨天凌晨3点金钱子大酒楼后巷的超清监控录像，
赵强因为活水虾断供，为了圈钱，指使黑心批发商王彪从隔壁市废弃地下冷呛非法运来了整整30吨变质的问题虾。巨大的 LED 屏幕上清晰地播放着几辆无牌货车卸货的场景，灯光下那些黑紫色的死虾，流着脓水的周转箱被特写放大，几万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紧接着，林雪点开了另一段陈师傅提供的偷录音频，巨大的音响里瞬间传出了赵强那极其嚣张、疯狂的咆哮声。老陈，钱就是规矩，把虾头全给我搅了，用2倍的火锅底料，3倍的大蒜和辣椒，给我往死里炸，把那股臭味给我彻底盖过去。只要吃不死人，今晚这关就算过了。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爆发出更加恐怖的怒骂声。你们怎么会有这些？你以为半夜下货就能瞒天过海？你不知道在这座城市，哪怕是个底层厨师，也有不赚黑心钱的良知吗？赵强，从你决定进那批黑心虾的那刻起，你的一举一动就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执法大队长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证据，脸色铁青到了极点，气得浑身发抖。立刻带走！马上查封金钳子账目和后厨，其余人保护现场。2名身强体壮的执法人员直接冲上前，将瘫软如泥的赵强拖起来。咔嚓一声，冰冷的手铐死死地扣在了他的手腕上。林晨，我他妈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赵强被特警强行压着往台下走时，还在做着最后的无能狂怒，但迎接他的是无数个砸向他身上的空啤酒瓶。你没机会了，余生就为你的黑心付出代价吧。仅仅一夜之间，金钳子大酒楼爆发的特大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直接登上了本地新闻的头版头条。整整1300多名食客连夜被送往各大医院抢救，急诊科的走廊里全是在挂水洗胃的受害者，惨嚎声不绝于耳。这种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引发了官方的雷霆震怒。第二天一早，金钳子的10几家连锁门店被全县贴上了封条，彻底查封。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1星期后，那笔高达1500万的预售款被法院第一时间强制冻结，而面临着1000多名受害者的天价医疗赔偿，赵强公司的资金链在短短24个小时内全部断裂。不仅如此，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且性质极其恶劣，法院直接查封了赵强名下的所有个人资产。他引以为傲的保时捷跑车在地下车库被强行拖走，那套价值千万的大平层豪宅被贴上了刺眼的白色封条。至于他那个网红秘书，早在他被抓的当晚就卷走了他办公室保险柜里最后一点现金和名表。此时深夜大洋村，我刚巡视完500亩虾塘的增氧设备，打着强光手电筒回到合作社的大院。然而刚推开铁门，我就看到一个人影正跪在院子里那片满是泥泞和水坑的空地上，是赵强。小陈，陈哥，救命啊！你救救我啊！我破产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法院查封了我的一切，高利贷的人天天堵在我老家门口啊！陈哥，咱们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啊！我知道你有钱，你合作社账上肯定还有几百万，你借给我去赔偿那些食客和高利贷。只要不让我坐牢，以后我赵强给你当牛做马，这辈子我都给你洗脚啊！发小，赵强，4天前你在金钳子办公室里拿2万块钱砸我脸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咱们是发小？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猪油蒙了心，是我忘恩负义。陈哥，你不是嫌我当初给你2万太少吗？我把金钳子的招牌抵押给你，你借我1000万，不，500万就行。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条活路吧。活路？你给那些吃了你的黑心虾、躺在医院里洗胃的孩子们活路了吗？你断我销路的时候，给这10里8乡500户虾活活路了吗？我猛地抬起脚，极其狠厉的一脚踹在赵强的胸口上，巨大的力道直接将他踹得在烂泥地里翻滚了2圈。我大步走过去，从怀里掏出2沓用透明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现金，正是1星期前他砸在波斯地毯上的那2万块钱。我将那2万块钱直接狠狠地砸在赵强那张满是泥水的脸上。赵强，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这2万块钱你拿去，给自己请个好点的辩护律师，别整天来我大洋村丢人现眼。至于借钱，我现在没钱，你要是嫌少，这2万块钱你也就别拿了。李晨，你他妈好狠的心啊！我狠，我要是狠，第一天就直接在城里把你废了，带着你的钱滚出大洋村。从今往后，你就是死在路边的臭水沟里，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我大步走回屋里，砰的一声关上了沉重的大门，将那条败犬的哀嚎彻底隔绝在暴雨之外。1个月后，这场轰动全城的特大食品安全案终于落下帷幕。
赵强被判处15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用于赔偿受害者。那个不可一世的金钳子彻底沦为了历史的垃圾。然而福祸相依，这场差点要了无数人命的风波，却在全城乃至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小龙虾食品安全的巨大风暴。而在这场风暴中，大洋村水产合作社的名字却如同真金般闪耀了起来。大洋村由于先前和金钳子断绝所有生意往来，现在那500亩清澈见底的优质虾塘，瞬间成为了全网公认的良心虾的代名词。我们不仅没有因为失去金钳子这个烂客户而破产，反而迎来了极其恐怖的破天富贵。此时大洋村的村口广场上，整个村子张灯结彩，500户虾农全都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聚集在广场上。老李、大壮等10几条汉子正满头大汗的从银行派来的全副武装的运钞车上一箱一箱的往下搬着现金。广场正中央停着3辆极其奢华的黑色奔驰迈巴赫，从车上下来的是国内最顶尖的生鲜巨头的采购总监林晨先生，贵和合作社的活水虾品质我们化验过了，完全达到了我们最高级别的特供标准，连一点药残都没有。我们决定跳过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在您这里建立全国原产地直采基地。总监客气了，我们大洋村的规矩很简单，你用良心价收我的虾，我用良心水养你的虾，不打药不催肥，赚干干净净的辛苦钱。好，痛快！签约仪式结束后，迈巴赫车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缓缓驶离大洋村，而广场上真正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我大步走上台，看着下面那一双双充满期盼、满含热泪的眼睛。兄弟们，赵强说咱们是泥腿子，说咱们的虾是喂猪的土货。可是今天，全国最牛的生鲜超市拿着5000万的合同，开着豪车来咱们这烂泥地里求咱们供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踏踏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咱们的汗水特妈的比他们的香水更值钱。大家都有份儿。随后，一笔笔巨额的现金分红在这个曾经贫穷的村庄里分发下去。每一个拿到钱的汉子脸上都洋溢着极其纯粹的笑容。他们不再是被黑心商贩随意拿捏的弱者，而是掌握着核心技术、挺直了腰杆赚钱的产业工人。傍晚时分，10几辆10几米长的冷链重卡满载着大洋村最优质的极品活水大虾，浩浩荡荡的从村庄驶向全国最顶端的消费市场。我靠在破皮卡的引擎盖上，听着身后增氧机那熟悉而充满力量的突突声，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容。那些想用几个臭钱来买断普通人尊严的白眼狼，终将被他们自己的贪婪反噬烂在泥潭里。而咱们泥腿子的路，只要行得端走得正，哪怕满身是泥，也照样能走出一条让人高攀不起的金光大道。